最近，一个被冷落了很久的老角色重新进入市场的视野了 CPU。要知道啊，过去3年 AI 产业链里最耀眼的主角几乎只有一个 GPU。大家一提到 AI， 想到的就是英伟达算力卡、显卡短缺、训练集群、HBM 液冷光模块，仿佛整个 AI 世界只有 GPU 在工作，其他的都是配角。但是这一次，不是情怀叙事了，不是老题材翻炒，而是整个 AI 运行逻辑开始发生变化了。过去呢，市场觉得 AI 最关键的就是训练大模型，训练大模型最重要的就是 GPU。这个判断当然没错，但是问题在于 AI 产业现在已经不只是训练一个大模型那么简单了。当大模型开始走向强化学习、推理、agent、工具调用、真实业务流程接入之后，整个系统的负载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 CPU 的重要性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市场讨论 AI 讨论的几乎都是最亮眼的部分，比如说预训练需要堆多少张 GPU， 一次训练要烧多少钱，显存够不够， HBM 会不会短缺， GPU 交货周期是不是又要拉长了，这些都对，而且非常重要，因为 GPU 擅长的是超大规模并行计算，并且特别适合神经网络训练里那种重复性极强、吞吐量极大的任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支适合正面大兵团作战的部队，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执行同一种动作，效率惊人。但是 CPU 不一样， CPU 不是拿来干这种万军齐发的活的，它更像是调度的中枢，是指挥系统，是处理复杂逻辑、分支判断、任务协调的那一个。如果说 GPU 像10万大军，那 CPU 就像是统领大将军、参谋部和指挥中心。过去呢，大家之所以不怎么讲 CPU， 也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在当时那个阶段呀，最稀缺、最性感、最能直接影响模型训练效率的是 GPU。于是呢，这个 CPU 长期就被放在背景板里面默默干活，没人给它高估值溢价。那现在怎么 CPU 又突然火起来了呢？因为 AI 已经从大模型训练时代走向了系统级 AI 时代。简单说，就是以前大家关心的是怎么把模型训练出来，现在大家关心的是怎么能让模型真正的给我干活啊！一旦进入了这个阶段，你就会发现 AI 不再只是几千张 GPU 在那里疯狂矩阵运算就行了的，而是一整套复杂的系统的协同。比如说在强化学习阶段，除了模型本身的训练，还要并行完成很多其他的工作。代码的翻译啊，环境的模拟啊，结果的验证啊，数据的搬运呀，任务的调度啊，工具的调用啊， API 请求啊，数据库查询呀，工作流排编呀，这些工作呀，大量都不是 GPU 最擅长的，恰恰相反，它们都更适合 CPU 来处理。尤其是 agent 逻辑越来越复杂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因为 agent 它不是单纯告诉你一个答案就完事儿了，它像是一个会拆解任务、调用工具、访问外部系统、检查结果，再决定下一步动作的执行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GPU 负责的是核心的模型推理，但是外围的协调、执行、判断、调用就都落在了 CPU 身上。所以英特尔说的 AI 不只是在跑加速器， AI 是在跑整个系统上的，而 CPU 是这个系统的核心之一。AI 越往后走，越不是 GPU 一个人的故事，这其实是很多投资者最近才意识到的一件事儿。过去市场宏大叙事太集中了，导致大家仿佛把 AI 理解成了一个单点问题， GPU 有，一切都解决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真实世界当中的 AI 落地是一整条完整的链条，而这个链条上呢，不只是 GPU 重要， CPU 也同样重要，存储也同样重要，网络也同样重要，光互联也同样重要，散热也重要，甚至电力和机房本身都非常重要。AI 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故事。而当系统工程开始变得复杂的时候，原来那些被低估的环节呢，就会被重新定价。过去呢，只讲 GPU 短缺，现在真正的情况是，这个链条上几乎所有关键的资源都开始变得紧张了，有些呢甚至比 GPU 还要紧。比如说高带宽的存储、先进的封装、光模块、交换能力、供电能力，以及一些高性能的 CPU。市场不是突然爱上 CPU 了，而是终于承认没有 CPU 这套系统根本玩不起来。
过去很多人提到 CPU， 就会下意识地想到，这不是一个已经很成熟了、很传统了、很缺乏想象力了的赛道吗？如果还停在旧的框架当中，似乎是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 CPU 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企业级计算，而是 AI 新增出来的大量系统级负载。比如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些信号，本质上都在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第一，高性能的 CPU 交货周期开始拉长了。以前大家盯着 GPU 卖断货，现在 CPU 供应紧张的趋势也在抬头，这说明需求端真的在变了，不是在讲故事。第二，云厂商和大模型公司开始明确地提出大规模 CPU 扩容的需求。当一些大合同里出现了扩展数千万颗 CPU 这样的表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象征性的配置了，而是实打实的把 CPU 当成 AI 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上量了。第三，芯片厂商开始专门为 AI 系统重做 CPU， 比如说新一代的高核数 CPU 的推出，本质上不是为了传统的办公，而是为了适配更复杂的 AI 系统调度、推理协同和数据处理的需求。这说明 CPU 正在从 AI 时代的辅助零件重新变成 AI 时代的关键零件。虽然它没有 GPU 那么耀眼，但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替代。那为什么 Agent 会让 CPU 的价值重新被发现呢？因为 Agent 就不是一个单点模型，而是一套流程。它不是你问一句我答一句那么简单，而是越来越像一个数字员工，一个自动执行系统。你给它一个目标，人家自己会拆解任务，自己调用工具，自己访问外部资源，自己校对结果，再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而这一整套的流程当中，高频发生的并不是 GPU 擅长的大算力冲刺，而是 CPU 擅长的那些活儿，比如说逻辑控制啦、状态管理啦、多任务并发啦、工具调度啦、请求处理、数据整理、环境交互等等。GPU 像是负责重炮轰击的那一个选手，火力很猛，但它不是全流程的总指挥，而 CPU 才像是整个战场中的中控系统。所以随着 AI 从模型中心走向任务中心， CPU 的价值自然会重新抬升。那么这件事儿对产业链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可能要从过去那种只看最强主线的思路，逐步转向看整个系统瓶颈的思路。以前最简单的逻辑就是 AI 爆发，先买 GPU， 后来大家发现不对，光模块也火了，再后来大家发现存储也得用啊，散热也得用啊，电力设备也得用啊，先进封装也得用啊，现在连 CPU 也开始被重新点名了。这说明 AI 产业链正在进入一个更成熟的阶段，不是某一个环节单独享受红利了，整个系统都会受益。当然 GPU 仍然是 AI 训练和大模型推理当中最核心、最难替代的算力中心，这个地位并没有被撼动。但是 CPU 的变化在于，它从默认存在但没人关心的地位，变成虽然也不能说它是 C 位，但我们认识到没有它真的不行。而资本市场最喜欢重估的，往往就是这类东西。过去它一直在，但是没有人认真定价，等到需求拐点出现，市场突然发现，原来它不是背景板。过去3年呢，市场讲的是 AI 需要最强算力，所以 GPU 最闪耀。现在市场意识到 AI 真正要落地，需要一整套系统都跑起来。那么只要市场的理解沿着这个方向深化，那么 CPU、存储、光互联、网络交换、散热、电力这些过去被 GPU 光环遮盖住的部分，就都会继续闪耀。AI 从来不只是一颗芯片的故事，而是一整套基础设施的故事。在这套设施当中， CPU 从来没有离场，它只不过是沉默了太久，现在终于又被看见了。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